特点。我们先调一个颜色吧。今天晚上我们讲一下这个，重点讲一下紫藤啊。等一下我会示范一下画完整的紫藤啊。把两种颜色混合，曙红和太青蓝。我们这个用曙红加太青蓝调的一个紫色啊，现在它是好像是黑色一样，其实是紫色。不管什么颜色，用笔和调色是一样的，不管它是什么颜色。我们用这个紫色来画一下用笔。大家看我调色非常简单的调色。沾颜色，我调颜色是最容易的了，直接沾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最关键的是笔尖沾多少。我刚才碰的时候是笔尖沾一点点有时候我是笔的旁边沾，有些时候我是笔尖沾所以沾颜色沾的位置不同，画出来的这个形状韵味也会不一样我们还是来讲一下点画这个书法里面的点，它有很多点书法里面有，比如说像这样一点，它是从这里下去提起来的我们在画花瓣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这个点下去，然后把它提起来，这样它就是一个形状了。这个形状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它可以是花瓣也可以是其他花的花瓣。如果颜色变了，它也有可能它是叶子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所以调色和用笔是分开的我这样调出来的颜色，然后我再沾的时候，笔尖我压扁的时候这个笔尖是去碰颜色的所以它出来的形状会有比较重的，然后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颜色的，但是在纸上调色了大家看这些颜色的变化这些颜色的变化就是在纸上调色，毛笔的颜色是不均匀的，在纸上我按下去的时候，笔腰和笔肚是清水笔尖是颜色，在纸上它会形成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沾颜色是不均匀的。大家看我这样按下去就可以了。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在笔尖往下是没有颜色的。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用笔变化，形状变化方向变化，还是用了这一个点下去提起来的动作，它会出现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是拿来把它变成各种花瓣的形状对，梁老师的用笔飘逸又省太白了太白如果想用的话，后面可以撞进去的大家看到这些用笔是不是和这个一点是一样的呢？简单，对，就是很简单，就是提按就可以了但是出现的笔锋方向不同，它会出现各种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打比方说我们把这一笔反过来，也是这样提
反过来和这一笔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形状是不一样了啊。我们可以把它点的时候可以把它提高一点，提到这个位置来啊，也可以把它提下来，从右边出锋。同样的用笔，方向不同按下去的力度不同我们加长一点，它又不一样各种形状正反大家看这个颜色是没有调均匀的，所以这个色彩它是比较透亮的这种状态，里面没有加太白就是干净的清水然后这个用笔还要加上刚才说到的按下去提起来我们还要加上一个按下去把笔压扁下去然后我们还要增加一个粘管这个毛笔的笔尖是在动的，然后借用毛笔的弹力弹出这个形状出来，毛笔的万毫齐力压下去毛笔是压扁的，然后它是挨住纸面已经散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转动毛笔它又变成一个侧锋了本来是中锋下去把笔压扁，散锋以后再转锋，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大家看明白了吗？这个按下去提起来的又加了一个动作加了一个粘管，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形状各种方向的各种形状然后通过这个用笔，我们还要把它进一步转换我们可以把它放松一点加多一点动作，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形状了这个就是把这个一点的动作增加，不断的增加，它就会出现很多形状今天讲的是紫藤花的调色这个只是用了这个紫藤花的颜色来画而已如果我是用墨色来画，它也是一样的我刚才讲的是怎么去沾颜色，比较简单。我沾颜色的方式非常简单沾起来就用了。然后讲的是点画通过一点怎么把它变成很多形状又加上了一个粘管转动毛笔出现各种形状。这些形状它还不是紫藤花瓣，它可以是任何花瓣也可以是牡丹花瓣，也可以是荷花的花瓣也可以是玉兰花的花瓣。好，我们现在来画一串紫藤，这个曙红加太青蓝调的一个颜色我们沾颜色，把笔打开笔尖去沾颜色就行了。然后我们画的时候把刚才的用笔放大刚才我们示范了一下用笔的形状，这些形状的点画我们把它放大连贯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花卉的物象比如说我们画紫藤，我们可以把它连贯，把这个点画这样一点按下去提起来，这种点画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向然后还要加上不同的提按，它会出现大小不同，还要加上一个连贯这样它就会出现紫藤花的特征
啊，我们这些点画是通过形状变化和浓淡变化和大小区别，把它形成一个紫藤花的特征啊。连贯起来。我用到的用笔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点画每一笔都是这样点出来，每一笔都是这种书写性啊。好，大家觉得这种用笔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把它变成各种形状而已，然后加上了浓淡，加上了大小，它就形成了紫藤的形状了。因为紫藤的这个花瓣它是比较透亮的，我们可以增加一下，用太白加一点点藤黄，把它变成一个花简单的画一下。好，我们紫藤的特点我画紫藤的这个特点是先不沾太白，然后我们画完以后沾一点太白把这个太白撞到这个花瓣上还没干之前马上就撞这样这个花瓣它就会亮起来小的花瓣不需要撞，把大的花瓣撞一下，然后再撞一点点藤黄这样它就会出现一个有一点透亮的感觉把它串起来，它就是一串紫藤了。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简单的用一个枝干连起来，它就突出了这个紫藤的特征枝干可以从下往上，也可以从上往下，这个都可以。这样一串紫藤就出来了，然后把它接一下。上面的花瓣已经掉了，然后再用重一点的胭脂把它接一下，包括这个点这上面的点都是按这个书写性的点画来画的出现这样的点，不要点得圆圆的它就会出现这个紫藤的特征这一串小紫藤就画出来了比如说像这么一张小卡纸我们稍加几片叶子，加一点藤，它就是一张小品画了，很容易我们来画一片小叶，还是一样把刚才说到的点画用到枝干上，用到叶子上调颜色不要调太久比如说像这个紫藤花叶子，我们可以在左边出，也可以在右边出，也可以，不要和这个紫藤一样长就行了。用笔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这种点画出现各种形状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变成这样一个侧面连贯性的出现这样一串叶子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叶子
一般情况下啊，两组叶子要有一大一小。啊，左边又来了一点，左边长，右边短。这个用笔还是一样的，包括这么小的叶子，啊，我们的用笔都是这种书写性的状态。啊，大家看这些用笔的笔形和花瓣的笔形，啊，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笔形，啊，是不是一样的？这是我的这个小写意啊画的这种用笔的方式就是包括我们勾叶脉都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画的这个线条小一点点。勾叶脉我们就要调一下颜色只不过我们画的这个线条小了，我们现在勾叶脉和这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勾了这个叶脉还是一样，这个提按动作还是一样的出现，叶脉不要勾得太清楚。最小的叶子可以不勾了，勾一根线就行了好，大家看这个叶脉要刚好勾在这个叶子上，刚刚融合在一起的状态就是最合适了，不要勾得太清楚，当然也不能太淡好，我们用这个紫色来画一下牡丹花的特征，牡丹花的花瓣简单示范一下。我们还是一样，把刚才的用笔点画接起来串联起来，第一笔、第二笔然后第三笔、第四笔不断的把这些花瓣的形状表现出来，都是在书写性的状态，像在写字的感觉像在写字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书写性的用笔，它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出现的会比较灵活一点形状也会相对灵活一点不像那种常见的那种比较清楚的我们用到的是最关键的是要用到画面的这些画理比如说大小虚实浓淡还有用笔的连贯性，它会出现很多形状这样画出来的画面才会有写出来的状态不需要画的那么工整，也不需要画的那么清楚，小写意我的小写意就是这样出来的各种用笔，然后加在一起。好，这就是牡丹的花瓣的特征我们从这里再来几笔，主要是讲花瓣的用笔点写的状态，画出花瓣的形状通过这个点画还有用笔的方向，我们可以变一下如果想画的包起来的这种牡丹花，那你就把它包紧一点就可以了比如说像一个小花包里面加重它就是一朵小花，非常简单把笔压下去，我们刚才说到的用笔通过这些笔形出现这样的形状
啊，这是还没有完全打开的一朵小花的状态。我们画一个，我们从这个左上角的黄金位置先画出1、2串。在这里画出1、2串先用重一点的颜色，然后这个颜色越淡，我们画的这个花瓣就越大。这个是宣纸的，把这个用笔都加进去。先画出几个花瓣大小不同的。颜色要有浓淡变化。下面的颜色很重，然后花瓣很小，上面的就颜色淡了，我们就花瓣也大一点，这样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虚实变化，大小对比。尾巴可以再增加几个，调整一下外形。先画出这么一小串，然后我们在旁边再去补充。这一串画完以后，我们在旁边可以再画一串小的。用笔要连贯要连贯，一笔生，万笔随。